我最喜欢杨紫，幸福的30岁生日庆典，迷人的个人带来自己的光芒。有魅力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光彩。杨紫30岁生日，收到了各路明星的礼物，无论是张一山、李现、牛俊峰、刘雪怡等姐弟，还是乔欣、刘涛、蒋欣等姐弟，忠实于我的一小猴子的形象。他诚实、忠诚、热情、好脾气、真诚，确定他的声望引爆。在混合媒体中，我认为最迷人和最精彩的人是杨紫。她是小太阳，是开心果，是甜甜的蛋糕。和她合作过的男艺人堪称手足，女明星们对她充满掌声和赞赏。她有一个迷人的灵魂，无论是朋友圈布景的好东西，还是戏剧表演的模仿，她都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存在。她一般都有自己的魅力场，吸引人靠近她。不为别的，就因为她的一言一行都洋溢着玩味和洒脱。为什么我喜欢杨紫很久了？由于她丰富的内心，对生活的真诚风度，以及那令人着迷的灵魂。她所饰演的人物性格鲜明，感情充沛，离家出走有规律又脆弱。前一秒让人忍不住笑，下一秒就让你哭得厉害。她不会继续，具有替代品的优势区域，并且人群可以回荡。林清轩表示，继续做一个有魅力有爱心的人。祝愿杨紫在阳光下被带入这个世界，好好的活到生命的尽头。真的没救了。据爆料，杨紫曾因缺席被品牌辞退，海魂衫状态同样被吐槽，多么绝望！据报道，杨紫曾因缺席被品牌解雇，而海魂衫的款式也被吐槽。景柏然也发微博表示需要机会见见杨紫。看到他们的合作，你会发现他们又是兄妹了，但是两位专业的演艺人员会很好的介绍内容中人物之间的联系，格外年轻有活力，短发同样非常减龄。虽然出席活动时她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精心打扮，但看起来她的日常状态还是很不错的。然而总的来说，她确实招来了许多人的抱怨，他们无视现场照片，开始抱怨那些黑暗的照片。他们吐槽杨紫的身材和颜值，杨紫已经无药可救了。作为童星，你经常可以找到她的照片。在她小时候，她可能在拍板时有点轻率，但现在她已经很棒了一段时间。有些人仍然关注过去的照片。据推测，杨紫曾经试图帮助某个设计品牌，但被品牌拒绝，后来才明白对方认为她不够用。如果这是真的，对于工匠和团队来说，可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综上所述，虽然不能完全凭表面观察，但外貌和身材也是专家们关注的重点。杨紫在设计资产上一直为难，正是因为她之前给大家带来了过于傻的感觉。她和关晓彤都是大众大小姐，在她们还年轻的时候，所有人都看得一清二楚。更重要的是，高管们身上有一些小的例外，这通常会影响他们自己的事态发展。现在的杨紫正在不懈尝试，追求卓越。她早就甩掉了影响设计感的孩子肥肉，一点一点成长为90后小花。她表明，只要你真诚地尝试并坚持下去，在你身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东西，就会以另一种结构回到你身边。大家有什么想法？如果不嫌麻烦的话，在备注区留言吧。02完全，肖战的全球知名度再次扩大。肖战是50强名单中的主要华人。国产游戏里应该没有肖战天这样没出过国，却能拥有海量海外粉丝的手艺人吧。这种独特性不仅体现在他的海外粉丝身上，还体现在他惊人的全球影响力上。致谢。如果有国外的会面，能看到肖战的外人也是一个很大的信息量。肖战纯正的东方面孔在国外也非常有名，让他们从抠图的东方面孔上就能看出。感知肖战。近日，肖战再次获得2022全球设计符号定位第10名，2022全球面孔第13名。在全球前50名中，只有肖战是中国人。世界范围内的设计影响力其实是过强的。看来，
肖战在2019年走红媒体后，也开始了他的海外版图。尽管2019年前后，这位匠人的主要出国展是《陈情令》，国风秀一直没有在其他国家演出，这并没有影响肖战的全球流行。因为《陈情令》一般都是卖到国外拍电视剧的，比如《斗罗大陆》他的帝王郎职业军人，如果不嫌麻烦的话，其他的告诉我关于我的人生，因肖战而开始了他们的电视剧。出国出游，临近2月底将在日本第2轮新播。一个战术剧在这样的国家都能受到人们的尊重和珍视，谁看了之后不觉得肖战厉害呢？肖战和内心的消遣一样，是一个很方便的形象。不管世界范围内有什么样的破败，肖战都会在破败之中。圈内的主角永远是肖战。就颜值而言，肖战早已被记录为人间精华。虽然定位一贯不同，但在每一位专家中，同样是内心戏的第1名。在支持方面，在本土艺人基本都被本土官方宣布的情况下，肖战的优质成肖是得到了一线中央领导的支持。全球权威账号互报肖战包销情况，绝不会毁掉肖战为黑子上阵的机会。就作品而言，肖战在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剧集在风格上可以说是相当，但在泰国、缅甸、南美、北美播出的剧集，足以说明肖战的全球影响力。和肖战有过一段风风雨雨的时候，肖战什么时候出现，就变成了一场动人的万国追杀。世界各地的路人都可以看到这位来自中国的工匠在自己国家的搬家事业，他们能不感兴趣吗？问号。当点进来知道肖战的洞察力的时候，一般都会有一些人喜欢他，对他产生浓厚的感情。当恋爱因肖战浴火重生而恋爱，因肖战不畏苦难中回巅峰而疯狂时，那么肖战的海外粉丝数量将得到根本性的增加。始终如一的无数的新手将进入网络。一直以来，肖战在国外都会有足够多的好成绩。当他们看到肖战破败的脸时，他们不会无动于衷，更何况等优质品牌在国外支持肖战，他的国际知名度只会越来越高，吸引追加路人。03，张萌收封口费被判有期徒刑3年。杨热巴涉事《你是我的江湖》或下架。当大家都在迎接兔年的时候，不管是贵宾还是普通人，都在为新年做着打算。顿时，导流圈未来就送来了一个惊艳的瓜，无尽的下巴都交错了。顺带一提，人的心是不怕吞大象的，想的实在是让人胆战心惊。1月16日，制作人张萌因收取封口费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鉴于网友的热议，张萌急忙追捕，称自己活该。据了解，他利用自己的处境，从外部组织中谋取利益，从中攫取利益，装进自己的腰包。但最终纸包不住火，他被公安机关查出并运走，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消息一出，全网炸开了锅，纷纷冲到女张萌的评论区，挥舞着横幅大喊大叫，一副看能量不着急的样子。更何况这里提到的女张萌也是一位制作人，还参演过《乘风破浪的姐姐》。人人都离不开她的动机，直接是她混杂的行事风格、不同的凡尔赛话语，以及扮演林有有的艺人的底色，茶香浓郁，刺耳。所以在这个消息传出后，大家立即对她进行了催促。不过没想到让出了一个让人无法接受的人，所以我非常高兴。下场的一般都是一脸的失落，好像是因为自己不是张萌而心灰意冷似的。也有网友百思不得其解，直呼张萌不是淑女吗？怎么变成男人了？我们这里讨论的张萌是一个男人，他在制鹅厂工作了很长时间，卓有成效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他并没有如愿以偿，不断追寻着自己独特的心愿。先后出演了《你是我的光辉》《我们站在一边听风鸣》《鬼吹灯》《高楼大厦》《可爱的老城》等著名电视剧。目前他已因收取封口费被单位开除，多部作品中存在违法示威。鉴于受谴责的情况，张萌有一个3年定期的地方2万元以下。但自从他被判刑后，作品和艺人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杨和热巴的可怕关系让无数人抓狂。你在你自己的情况下受到约束，但你需要卷入其他人。
看过杨幂和热巴主演的热播剧《你是我的伟大》的小伙伴们都知道，当时的热播剧非常火爆，深受观众的喜爱和追捧。一起来了解家里每个人的幻想。然而，自从节目组出事后，杨幂和热巴同样被赶下热搜，引发热议和牵连。特别是《你是我的美人》这档节目可能会下架。由于之前有很多这样的车型，尤其是剧中的主要演员出事、翻车或者雪崩之后，影视剧都会受到影响。尤其是那些行为恶劣的工匠，不只是从他们的作品中被淘汰，更多的是因为个人在影视剧中的贡献会不断的被下架，无法交流，这让众人异常的苦恼，再也看不到之前喜欢的作品了。艺人的失误同样让整个团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前的努力没有尽头，也有作品差人沟通了，会憋在支持里，没机会交付。据此，本次制作人张萌出事了，事态依旧激烈，大家都在为《你是我的伟大》紧张，会不会同样下架？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可惜了。总之，这部作品，艺人和艺人都无可指责，只是他犯了错误。同时，也给圈内不少人提了个醒，不仅仅是明星需要尊重自己的翅膀，严格要求自己，真正值得喜欢自己的粉丝。还有，作为知情人和幕后人员，已经是过去式了，不要让更多的人为你这种离谱的行为买单，你说对不对？